天佑大齐，摄政王徐天德神武定边北蛮，王庭尽复，功昭千秋。哀家潜心祈福，佑我江山永固，万民安康，国运绵长。萧庭，坤下乾上，乾坤倒反，此乃亡国之兆啊！吾儿虽刚继位，根基不稳，但摄政王徐天德带天子出征，荡平北蛮王庭，为我大齐打下百年太平。大师何出此言啊？紫眉星弱，朝中有奸佞，若要逆转天象，除非有北极星辅助啊！亡国之兆，摄政王带天子出征，凯旋回京。陛下可有去迎接？陛下，这会儿在万花楼体察民情。什么？对，大将军咬死他！咬住！对了，陛下威武！逆子，整天就知道招猫斗狗，玩蛐蛐，逛青楼。亡国之君该有恶习，他是样样都有啊！如今主少国疑，权臣当道，陛下荒淫。哼，大齐确实是满足了亡国的所有条件了。太后息怒，摄政王是国之柱石，对太后和陛下忠心耿耿，有他的辅佐，大齐必定社稷稳固。摄政王，北极星辅助，北极主正宫，天意，真是天意啊！你速去万花楼召陛下回宫，哀家要与摄政王结亲。天德呀，你是先皇托孤重臣，如今哀家想与你徐家亲上加亲，将你家妙珍立为皇后，你看如何？真的，太后恩典，召我徐家光宗耀祖，天德舍生忘死，无以为报。只是什么？太后有所不知，在战场之上，小女听老臣的；可是在家里，老臣得听小女的。这婚事，老臣恐怕要与小女商议一番。原来如此，快宣骠骑将军徐妙珍觐见。母后不知道朕去逛万花楼吧？陛下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太后今日是要给您和摄政王之女赐婚的，您还是快换回龙袍吧。什么？赐婚？朕宁死也不要成婚！那时风起摇落，门庭夕阳，映红你脸庞。那是心中隐藏我的念想中。有病吧你！大胆，还不跪下请罪！你个小太监，还想治我家将军的罪？你可知我家将军是谁？大胆，他可是皇……哎呦，他们竟然不认识朕，好久没打架，今天正好松松筋骨。那你可知我是谁啊？让开！我还就不让了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，笨蛋！此剑乃先皇御赐，还给我。还给你？且让我耍耍这剑。皇上！
干爹，您怎么不上前去劝？笨，这二位什么身份啊？一个皇上，一个是未来的皇后，龙凤相争，你个小麻雀上去不是找死吗？记住，今后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假装没看见。儿子记下了。小姐，老爷说过，在宫里莫要闯祸，还是快些觐见要紧。无碍。此人殿前失仪，我得抓他见太后，听太后处置。这是臣骠骑将军徐妙珍参见太后。她就是摄政王嫡女徐妙珍，母后要给朕指婚的那个母老虎。不行，朕死也不要娶这个母老虎。哎呀，母后若知道朕假扮太监出宫，定要怪罪于朕的。女儿啊，这好歹是在御前，你何故带着敝衣垢面，不诉殿前的宫人前来啊？回父亲，此人这样是女儿在外打的，他在殿前挑衅我，并拔了先帝御赐我的剑。那既是宫人犯错，自当有太后和陛下治罪，岂容你擅自处置啊？摄政王，莫怪莫怪，也是哀家治宫不严，竟有如此刁奴，敢在殿前对骠骑大将军不敬。来人，将此人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母后饶命啊！王儿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小女无知，求太后皇上原谅。太后，朕要杀了徐妙珍，治他的罪。他殴打圣上，罪诛九族。臣愿求一死，替女儿谢罪。太后娘娘，今日之事与家父摄政王无关，臣女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要杀要剐，听凭太后发落。母后，你打朕干什么呀？哀家打的就是你这个昏君！好啊，徐大将军打得好啊！哀家之前一直疏于对皇帝管教，才让陛下如此放纵。啊，这太后说的不会是反话吧？这徐家姑娘威武，有本事有手段，看来能治主皇帝，我朱家的江山有望了。摄政王教女有方，能生出这么个好女儿，这姑娘哀家果然没看错，这门婚事就这么定了。什么婚事？嘘，你现下是你先打了皇帝，若敢拒婚，你是陷咱们徐家九族命长吗？什么呀？你们怎么就定了朕的婚事了？朕打死都不会娶这个母老虎的。来人，命太医给陛下治伤，明日就准备大婚。不，朕不要，不要啊！好你个徐天德，你竟然背着我给我许婚！我娘临终前你是怎么答应她的？你这么快就把女儿我给卖了？哎呀，我的大姑娘啊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徐家为朝廷立下大功，每次凯旋回来都有人参我谋反，你可知为何？爹已经被加封摄政王，自古以来功高盖主，齐王必矣。太后对我封无可封，才想出这样的主意，这是在救我们徐家呀。父王意思是说，女儿要是不嫁，我们徐家就会有灭顶之灾。不过闺女啊，爹绝对尊重你。你要真不想做这个皇后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，天塌下来爹给你顶着。祸是我闯的，看来如今只有我能救徐家了。哎呦，我的主子，求求您了，这吉时快到了，您就把喜服换上吧。到时候误了时辰，太后，朕不。
朕不，朕就不。你来干什么？你看看你的样子，朕的皇后需要贤良淑德，母仪天下，你有什么资格？我爹是摄政王，朕的皇后需要有倾国倾城之貌，你看看你个母老虎有什么？我爹是摄政王，朕的皇后还需要能歌善舞，诗词歌赋，你有什么才艺吗？哦，朕知道了，你是杀人。我爹是摄政王。你穿衣服。徐妙珍，你胆敢向皇帝逼婚，你该当何罪？陛下违抗太后旨意，陛下该当何罪？朕宁可在这牢笼里待着，也绝不会和你成婚的。只要错过了吉时，朕就不必再与这母老虎成婚了。出来！朕乃天子，一言九鼎。再说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出来就不出来。哎呦，朕这下是出不来喽。好，陛下可不要后悔。朕就不出去，朕就不娶你，看你能拿朕怎么样？有本事你过来咬朕呀！救命啊！这怎么会有只老虎啊？回皇上，这是臣在北征回朝路上抓的，本来打算进献给陛下，现在正好，它是你的了。什么？它是我的？你快放我出来！再不放我出去，朕就是他的了。陛下不是不愿意出来吗？出！这现在就要出去！你快放朕出去！陛下还打算娶我吗？娶！朕娶你总行了吧？啊！陛下从拜堂哭到现在，不累吗？这盆都快盛不下了。不累，这还能再哭一宿？管得着吗你？臣看陛下哭的还不够痛，要不要臣帮帮陛下？时辰到了，揭盖头。这母老虎换上华服，还挺顺眼的。朕是皇帝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妻纲。你既然做了朕的皇后，以后就得对朕唯命是听。最重要的是，朕喜欢出宫微服私访。今后太后若问起，你定要为朕遮掩。皇后若不听话，朕便让你尝尝这戒尺的厉害。
下刚才所言，非君王之道，而臣妾出身将门，善用军规。今后臣妾要以军规治宫规，每日卯时起床，酉时宵禁，不得沉迷酒色，不得荒废朝政，不得私自出宫。详细宫规已经造册登记，陛下仔细查阅读看。今夜洞房时辰已到，该安息了。你说安歇就安歇。你要对朕做什么？护驾！救命啊！太后，皇上和皇后已经安歇了，此刻已是鸾凤和鸣，比翼双飞。好啊！这徐家姑娘是陛下的克星，却是我大齐的救星。传哀家旨意，以后6宫之内，任凭皇后差遣吩咐。你这个母老虎！昨晚竟然敢对朕用粗，太残暴了！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？差不多得了，臣妾只是扒了陛下的衣服，给太后那些眼线交差，又没对陛下做什么，陛下哭什么？那朕也很屈辱啊！朕告诉你，你以后休想再碰朕一下，朕绝对不会让你得到朕。正好，臣妾对陛下，尤其是陛下的身子不感兴趣。时辰差不多了，去帮陛下更衣，稍后去给太后请安。朕不去！去！谁怕谁啊！参见陛下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万安！奴才是来拿喜帕的。新婚之夜要见红，这些要写进朕的起居日上，朕看着这次怎么办？你又要干什么？陈学良，我不愧是骠骑将军啊！徐妙真，你不是人，你有谁的血不行？非得朕的血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说是来给母后请安，皇后自己却不露面。母后，看来您给朕找的这皇后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住口！皇后正在与大臣们处理前线10万火急的军国大事，你休得胡言。凭什么向她汇报？母后垂帘听政，大臣们不是都向您汇报吗？哀家老了，以后垂帘听政这种事，就让皇后干吧。什么？朕当朝，皇后垂帘听政，岂不是倒反天罡？朕是皇帝，朕可是皇帝啊！皇帝怎么了？大臣们汇报军务，陛下可听得懂1、2？再说她还是皇后呢，有本事你去跟她说呀。母后，臣妾给母后请安，母后万福金安，福泽四海。快起来，以后你在哀家这里免礼。皇帝，看看哀家给你挑这个皇后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文能治国平天下。我朱家有皇后这样的好儿媳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什么呀？母后，这母老虎入宫第1天就虐待朕呢。母后，你看这身上伤口。这母老虎伤了朕的人体，母后最在意大齐江山和朕的安危，必会心疼。朕要趁机废了你这个皇后。皇后一向宽以待人，
他为何单欺负你不欺负别人？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陛下自己就没有错吗？母后，您要不要听听您在说什么？回太后，洞房花烛夜，陛下宁死不从，臣妾才不得不出此下策，给敬事房交差。若让天下臣民知道帝后不和，必然人心离散，社稷不稳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哀家就说皇后不会无缘无故欺负陛下的，皇后贤惠识大体。新婚之夜，竟然让哀家的真儿受如此委屈，皇帝，你可知罪？什么？他还受委屈？这何罪之有啊！冷落皇后便是罪，罚皇帝面壁思过1个时辰。大齐能够得此良人，乃万幸运。哀家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。这玉玺和虎符，皇后一并收下。太后娘娘事关大齐江山社稷，此番万万不可。皇后照顾皇帝，哀家很放心。国法何在？家法何在？看来母后已经靠不住了。徐妙珍欺人太甚，你给朕等着！你们是朕的心腹爱将，统领御林军各部，你们可愿为朕效力？莫壮誓死效忠陛下。好，命你4人调集所有御林军，随朕一同出发。皇上，这是要去哪儿？万花楼。陛下，您每次去都是微服出行，悄悄的去，此番如此大张旗鼓，万一被太后和皇后知道了，朕就是怕他们不知道。朕不但要大张旗鼓去，还要册封万花楼的4位花魁为贵妃。今后的后宫里，皇后就得和4个青楼花魁共处，到时候那个母老虎非得被气死不可。娘娘，皇上出宫了。皇上还带走了御林军，去了哪里？万花楼。皇上还要封万花楼的4位花魁为贵妃。很好，青竹，陛下皮又痒了，为本宫更衣。青竹，传令下去，调集摄政王府府兵，将万花楼给本宫团团围住。太后娘娘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带人出宫去了，这怕是要和陛下血拼了。哀家知道了，由他们去吧。皇上不吃点苦头是不会老实的。你带着哀家的懿旨去看着点儿，别让真儿吃苦。是。皇后娘娘止步！今日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不得入万花楼一步，违者格杀勿论。不想死的，都给本宫滚开！今日朕高兴，大封万花楼。听好了，真真、爱爱、连连、欢欢，分别封为德妃、贤妃、丽妃和静妃。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这次一定要气死徐妙珍那个母老虎！呀，什么情况？
了没有？什么情况？皇后，她杀进来了。这回我真死了。你们3000御禁军都拦不住这个母老虎！北蛮30万虎狼之师都挡不住臣，区区3000御林军还想挡住臣吗？陛下，皇后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朕刚封了4位妃子，以后你们就要和皇后一起服侍朕，还不快拜见皇后？臣妾拜见皇后娘娘，姐姐万福金安。谁是你们的姐姐？呸！凭你们也想封妃？你们也配！皇上，你看他！好，朕封妃的旨意已下，皇后你想抗旨？难道你还想造反不成？臣妾看是陛下想造反，请逐宫规时。宫规时，未经皇后批准私自出宫，鞭20；贪恋女色，鞭30，游街示众。老虎笼子，臣妾也带来了，一会儿就用它接陛下回宫。你敢！朕是天子，你放肆！徐妙真，你不要以为你是皇后就目无国法。你此番这是要挟摄政王府造反吗？看你长得要凶没凶，要皮骨没皮骨，怪不得陛下不喜欢你。你4位乃名满京城的花魁，若此番入了宫，天下人岂不都知晓了4位在万花楼中的过往？万花楼怎么了？我们愿意。你品级4臣，目诛上述，再姓一个。就是，你家祖坟冒青烟了，让你一介女流出来耀武扬威。你逆应，克天快地克死你妈！完了，徐妙真虽为嫡女，但摄政王妃早就过世了。不至于，别骂了，别骂了。陛下您是天子啊，您怕什么？臣妾不依嘛！请陛下现在就下旨，废了这个母老狐的皇后之位，我们姐妹几个轮流做皇后。对，顺便再下旨抄了他的摄政王府。没错。诛灭这个贱人九族！闭嘴！你们快闭嘴吧！现在闭嘴，晚了。你们几个还想进宫为妃吗？不了，奴婢知错了，求皇后娘娘开恩。你们本也是身世可怜的女子。这4万两银子给你们赎身，立刻滚出京城，再也别让本宫看到你们。谢谢皇后娘娘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真真，爱，连连，欢欢，陛下都看到了，您封的妃子她们自己不愿进宫，你也该回宫了。您是自己进笼子啊，还是臣妾帮您进笼子？尔等都是朕大齐的勇士，朕问你们。你们听谁的？末将识朝廷俸禄，自然是听陛下的。那就好。不过，末将还是建议陛下听皇后的。你们！太后懿旨到！母后来救朕了！念，大声的念出来。太后懿旨，陛下顽劣成性，屡教不改，请皇后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，往死里打，千万不客气，钦此。陛下，走吧，臣妾送你回宫。皇后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！朕知道错了。朕毕竟是一国之君，钻进笼子里游街，成何体统啊！
也是。徐妙真，你不是人！救命啊！护驾！奇耻大辱，真是奇耻大辱啊！这是一国之君，是天子啊！徐妙真这个母老虎，这一定要将他……这是说，就是说要将皇后好好宠爱，能娶你做朕的皇后，真是朕的福气啊！朕不服都不行。他竟然亲自给朕上药，这母老狐不会是喜欢上朕了吧？别瞎想了。今日陛下在路上走，采了不少金枝，需要处理。什么？啊！朱家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，真是祖宗之福啊！要不怎么说咱们皇后娘娘厉害呢？你们见过什么时候？这个时辰，皇上已在宫里歇下了。可不嘛，闭门棒都还没响呢。这帮蠢货，真是因为怕那母老虎吗？朕已是如此狼狈不堪，不回宫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这破脚，哎呦，哎呦！今日种种先不与那母老狐计较，朕先睡下，来日再与他斗上一斗。啊！朕今天又没有翻你的牌子，皇后胆敢如此爬床献媚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要骑在朕这个皇帝头上了。之前臣与皇上约法三章时，是在皇上宫里，现下是在臣妾皇后的寝宫。今日臣可以容皇上睡臣的床。不！陛下既然已经睡下了，今晚就暂宿此处吧。全宫上下都知道您今晚是留宿臣的寝宫，该睡还是不该睡，门外也都有人在盯着你。今日就先安歇吧，歌手只有一回。母后万福金安。好啊！皇后近日能让皇上这么早就回到宫中休息，简直大功一件，哀家得奖励你。来人，宣读懿旨。
奉天承运，太后懿曰：自今以后，着皇后入内阁议事，凡内外奏章，俱准皇后亲行票拟，并得用朱批裁决。特令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管悉听皇后差遣，钦此。臣女接旨，谢太后隆恩。希望内阁朱批能佑我徐家一世安稳。快点！皇上，咱们都跑出宫了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？你个呆子！现在皇后不仅入内阁，连朱批之权都有了，还不跑快点！这还有几日能玩啊？真得赶紧去找宁王，好好消遣一番，不然这都不敢想，这今后的人生得多么的了无生味！皇兄，求皇上回宫！回宫！朕不能入阁议事，又不能朱批，朕回去干嘛？尔等就这么听皇后的话？回皇上，回宁王，不听皇上的话，臣等最多就是罚俸。现在皇后有朱批，我们若不听她的，让您回宫，恐怕诛九族的事情，她也不是干不出路啊！皇上已入夜，若是闭门谤响，后果将不堪设想啊！即便皇后现在权势滔天，但朕仍然是大齐的皇帝。你们最好搞清楚究竟要听谁的，还请皇上回宫吧。什么嘛！说好一起玩的。皇上这样跑了，这让本王在京城纨绔圈怎么混？皇后，你等着瞧！为了夺回皇兄和本王的面子，本王不会让你好过。哎，吓死朕了！幸好赶上了。这个母老虎，不睁眼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。这么多的奏章全部都被批出来，想必很辛苦啊。是朕啊！痛！你肩上的旧伤是为我大齐征战所致吧？这女人真是有点东西，仅仅一天就把朕这1个月要看的奏折批复完了。今日皇上还算准时。哎呀，皇后，你看看这垫桌脚的地方，还有一本奏章还没有批完吧？朕来便是。那就烦请皇上过目了。今后皇上若要出去玩，定要经过臣妾批复。臣妾先休息了。啊，没问题，皇后先休息吧。皇上素来最爱斗鸡，本
王就不信皇兄他不行。皇后既然能让本王在京城纨绔圈失了面子，让皇上未踏入宁王府半步就走了，今日本王就让皇后知道，这宫中究竟是谁说了算。回皇上，不好了！宁王带着您最喜欢的哮天官进宫来找陛下斗鸡了。哎呀，还得是宁王啊，只朕宫中寂寞，快迎宁王进殿来！可是皇后她……参见皇兄。把门好好看住了。皇兄这是如何？皇兄从来没有如此冷落过哮天官啊！难道真如外人所说的，皇上他惧内怕老婆？皇兄，陈宁王朱乾携哮天官求见皇上。宁王不必如此客气，朕今日还有朝廷要事需要处理，宁王先行回去吧。什么？不是朕不想去，这要是同你斗鸡，需要得到皇后的批准。皇兄，陛下难不成真如谣传所说，惧内惧到如此这般田地？皇上惧内怕老婆，岂不是大奇笑话？是你！究竟是何人在散播朕惧内啊？朕不服！回陛下，皇上惧内的事儿不是本王说的，但是今日陛下种种，皇上果然是惧内不佳。朕都出来了，这还惧内吗？斗鸡这个事儿不需要找皇后批准。哦，臣不信。皇上要不要和臣赌一赌？臣对自己的王妃都是可以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。宁王府到养心殿需要4炷香的时间，若王妃1炷香的时辰不到，本王就休了她。何故要如此？此为不惧内。开始。王爷，时间可是不多了。不多，说明没有到。没事儿，回去吧。陛下，请开始您的表演。来人，快让皇后速速见朕！若超过1炷，不对，若超过半炷香的时辰不到，朕就废了她！皇后娘娘，求求皇后娘娘了，求您无论如何都配合一下咱们皇上吧，不然陛下龙威尽失，到时候就真成了皇族里的笑柄了。好，本宫这次一定好好配合。皇后娘娘驾！皇上召见臣妾，恕臣妾来迟了。啊，免礼。看到没有，朕的皇后半炷香都不到，就奉旨来见朕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啊，皇后没事了，快退下吧。宁王看清楚了吗？
此乃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真是爽啊！这才是做皇帝该有的感觉嘛。宁王，这比试你输了，服是不服？既然臣此局已输，皇上可愿意再比试一场斗鸡？本王必须找回一把面子，不然出了皇宫，京城纨绔圈岂不笑话本王？没问题，那就立刻请出朕的威武大将军，朕今日定要跟宁王的哮天关一决高下。青竹，吩咐御膳房，宁王殿下要在宫中用膳，定要好好准备才是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宁王，朕的大将军勇猛无比吧？你那哮天关不敌朕的大将军，不过是徒有虚名。回皇上，今日不过是哮天关一时失手，改日再战，本王的哮天关定能取胜。王爷，输了就是输了，输赢都常事，无碍。哼！皇后娘娘到。臣妾伺候皇上用膳，这道小鸡炖蘑菇是臣妾特意嘱咐御膳房做的。皇后来的正好，给朕斟酒。皇后果然不在宗亲面前骄放肆，甚好。日后朕定要多多邀请宁王入宫才好。此鸡肉质紧实，鲜香爽口，朕从来没有吃过这般美味啊！而且这分量如此之大，皇后是从哪里寻来的肥鸡啊？确实美味，肉质竟是如此弹牙筋道。可不是吗？这是2只鸡，这斗鸡口感确实非同凡响。徐妙珍，你竟敢杀了朕的威武大将军！泼妇，你太残忍了！那是本王的心爱之物，你竟敢如此放肆！方才2位斗鸡取乐，打得你死我活，怎不见王爷说残忍？臣不过是将这无用之物做善，既不浪费，又尽了待客之道，何错之有？你强词夺理！那是斗鸡，是用来比试的，不是用来吃的。比试？殿下方才输了比试，日后若想着再斗一场，莫非是要让这2只鸡拼个你死我活，最后暴尸荒野才不算残忍？臣妾倒是觉得，让他们发挥最后一点做处，反倒体面。再者，皇上乃95之尊，王爷乃皇室宗亲，整日沉迷斗鸡，传出去岂不是比杀2只鸡更失体面？你疯了！住手！你懂什么？这娘们可不是普通皇后，她是骠骑大将军，徒手能擒虎。你要是觉得自己比武龙还厉害，你就上。皇后先下去吧。皇兄，今天要不是你拦着，臣弟一定将这泼妇打得哭爹喊娘，打得他亲妈都不认识。哎呀，人间惨案呐！我的威武大将军，你死得好惨！徐妙珍这个泼妇，此仇不报，本王誓不为人。本王定要好好羞辱她一番，为爱姬报仇。报仇？怎么报？他功夫那么厉害，武斗咱们根本不是对手啊！武斗不行，咱们来文斗。文斗？没错，他乃将门出身，定然没读过多少书。咱们就用诗文来难他，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，让他也尝尝被羞辱的滋味。哈哈，对啊，朕怎么没想到？来人，传皇后去翰林院面圣，朕在那里等他。皇上，王爷饶命！
臣妾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皇上驾到！宁王殿下，皇后娘娘驾到！臣谢金参见皇上，参见宁王殿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朕今日闲来无事，特别带宁王和皇后来看望恩师林院守。回皇上，林院守此刻不在翰林院。林院守不在，无妨。这位谢学士自幼便是过目不忘的神童，今日有他在，也能让徐妙珍颜面尽失，出尽洋相。谢学士不必多礼，朕早有耳闻你的才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皇上谬赞，臣听闻皇后娘娘出身将门，只是不知娘娘平日里是否也研习诗文典籍。臣不才，近日研读女德女训，有几处不解之处，斗胆想向皇后娘娘请教。谢金一开口就戳中了这母老虎的软肋，翰林院确实不养闲人，真是深得朕心啊！女德、女训，这种束缚女子流于俗套的书籍，本宫不亵渎。皇后果然没怎么读过书哟，皇嫂这话可就不对了。身为一国国母，掌管6宫，举国女子表率，怎会不亵渎女德女训啊？不会是连这种学童都能熟读的书，皇嫂都没读过吧？要是让天下人知道咱们大齐的皇后目不识丁，那咱们皇家的脸面可就要被皇后丢光了。依本王看，皇后不如趁早脱掉凤袍，躲回娘家，再也别出来丢人现眼。王爷急什么？本宫说的是不亵渎，可没说本宫没读过。女德言妇德不必才名绝义，女训讲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可这些不过是世人强加给女子的枷锁。喂，开口上啊，反驳啊，对死他呀！皇后娘娘此言差矣。礼记有云：男外女内，天经地义，此乃纲常。纲常？谢学士饱读诗书，说男外女内，那本宫倒要问你，当年大禹治水，其非涂山氏独自抚育子嗣，助大禹无后顾之忧，难道他的功劳就比大禹小？主席，再说你三人，皇上身为天子，不思如何勤政爱民，反倒沉迷斗鸡嬉戏；宁王身为宗亲，不以家国为重，只知争强好胜；谢学士身为状元，不思匡扶社稷，反倒拘泥于臣服礼教，助纣为虐。这便是你们口中的男在外的天经地义。再者，本宫自幼习武，熟读兵书，披甲出征，大败北蛮王庭，女子亦可建功立业，亦可护家国安宁。不怕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是文攻还是武斗，本宫都奉陪。谁不服的，现在就可以站出来说话呀！你可是当朝状元郎，怎么能被皇后几句话怼得哑口无言了？就是啊，快反驳他，万不可让这泼妇如此嚣张。好，说得好，字字珠玑，振聋发聩。皇后娘娘这番言论，老臣佩服佩服啊！你眉眼老夫竟如此熟悉，你是不是当年拜入老臣门下，化名妙郎的弟子？什么？弟子徐妙珍拜见恩师。5年前，弟子女扮男装，蒙恩师不弃，收为弟子。后来边疆战事紧急，弟子来不及向恩师辞行，便奔赴战场，还望恩师恕罪。无妨，回来就好。妙郎啊，妙郎，你可是老臣最得意的学生。若你是男儿身，当年的状元之位岂会轮到谢晋呢？不过，如今大齐有你这样的皇后，也算是社稷之幸啊。国家多了一个文武双全的皇后，可也因此也会少了一个大儒啊。臣谢金拜见师姐。臣当年曾拜读过师姐所著的《平容器》，文中兵法谋略、家国情怀，微臣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林院守向来严厉古板，皇兄与本王二人从小没少挨他的戒尺，这老家伙竟然直言他比状元郎还厉害，怎么回事？得意弟子还女扮男装读书？太后驾到！恭迎太后娘娘！太后娘娘万福金安！
真儿，原来你竟是林院守的得意弟子，文韬武略样样精通。我家真儿还有哪些惊喜是哀家不知道的？让母后见笑了。太后娘娘，妙真的学识，老臣都自愧不如，实乃百年难遇的奇才呀。不就是读了几本书吗？有什么大不了？确实很了不起啊，不像皇帝和宁王向来读书都不用心。回太后娘娘，今日据臣妾观察，陛下最近读书可用心了，一直在读《尚书先王之道》。这哪有？你别乱说行不行？既然如此，老臣正好也想考考皇帝和宁王《尚书王道篇》。什么？这一个字都不知道啊？什么？本王一个字都不知道啊！若皇上和宁王背不出来，老臣则是要惩罚你二人，打戒尺50。不是，元首大人最疼了，太后给朕说说话呀！打在儿身，疼在娘心。太后，朕挨打，太后您的心难道就不会痛吗？也是，你和宁王都是哀家的孩儿，哀家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儿受刑呢？摆驾回宫，哀家眼不见呐，心就不乱，也就省得心疼了。阿弥陀佛。这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？陛下如今贵为天子，老朽打不得，老臣还是亲自来打宁王吧。甚好。什么？至于陛下的惩戒，就请皇后代劳吧。啊！陛下请放心，臣妾怎么舍得用力打你呢？做做样子而已。皇后如此严苛，陛下不会被打坏吧？况且帝后感情不和，将来该如何是好？夫妻俩打是亲，骂是爱，哀家自己生的儿子自己最清楚。他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已经对皇后动心了。啊！皇上还有这挨打的爱好？哎呦喂啊！皇兄，咱们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，咱们得反抗，得斗赢那个母老虎。反抗？算了吧，宁王你有所不知，自打皇后进宫以来，母后抛弃了朕呐！你知道吗？宫内的禁军背叛朕，他们为皇后侍从，如今连朕的恩师都站在那个女人的一边。朕已经认命了。有时候想想，皇后估计也是为朕好吧。皇兄，你忘了吗？以前你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啊！咱们以前过的那是何等的神仙日子啊！你看看现在，你再看看咱们的手。皇兄，臣弟有一心策，若皇帝假意称病绝食，反抗皇后的暴行，臣弟则去联络各御史为陛下造势。御史大夫都是书呆子，信奉君亲父子，对陛下死心塌地。若要是知道皇后虐待陛下，必然会弹劾皇后，到时候废除她的皇后之位，岂不轻而易举？可是皇后她真的有点东西在身上，她手眼通天。皇兄若是舍不得那母老虎，大不了降她为妃，这样也能灭她的气焰。行，按宁王所说去做。
臣御史张胜听闻陛下已经绝食好几日了，身体每况愈下。皇上若再绝食，有损龙体，亦动摇大齐江山社稷呀！求皇上保重龙体呀！否极司臣，国将不国呀！母后不心疼朕，侍卫都背叛朕，如今就连宫女太监都只听皇后的话。朕这个皇帝当得太窝囊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还望陛下保重龙体，明日臣等定会联合众大臣一同死谏废后。真是朕的肱骨之臣呐！唉，陛下旧伤刚好，皮却又痒了。青竹，本宫好久没回娘家了，思念的紧。你帮我把这封家书交给摄政王，让父亲助本宫一臂之力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今日定要让徐妙珍低头认输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吉时到，百官朝见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今日早朝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户部尚书有本启奏，讲臣要为皇后娘娘请功。近日娘娘协理户部核查漕运，解经济粮荒，又畅行屯垦助农之策，省去国库300万两饷银。此等贤良淑德，远超古之贤后。臣恳请皇上加赏。臣吏部尚书傅毅，皇后娘娘严行官员考成法，吏治为之一清，如此匡扶吏治，实乃我大齐之幸。臣御史大夫有本参奏，参奏皇上近日行为荒唐，臣迷斗鸡嬉戏，不理朝政，又因私怨苛待皇后，此等行为有失君德，有损皇威。臣恳请皇上自省，下罪己诏，以安民心，以正朝纲。你们要造反不成？朕乃95之尊，岂容尔等妄议？昨日那4名要弹劾皇后的御史何在？出列！出列！与朕说个明白！回皇上，4位御史大人已于寅时递上辞状，连夜还乡了。什么？辞呈还乡？这怎么可能？禀皇上，昨日末将接皇后娘娘令，护送4位御史大人出京，现已安全抵达各自原籍。御林军上下学连夜辛苦，每人赏10个月俸禄。末将带兄弟们谢过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都要背叛朕！臣等不敢。皇后娘娘实乃国之柱柱，皇上若再执迷不悟，恐失民心。母后不心疼朕，御林军背叛朕，连你们都成了皇后一党。太后娘娘驾到！还好本王事先通知太后，本王要让当众给徐妙珍一个下马威。母后，您看看，这些食朝廷俸禄的大臣都翻天了，您来救救朕吧！皇上荒唐失德，苛待皇后，宁王挑拨构害，目无刚戾，岂能轻饶？传旨，皇上即刻下罪己诏，宁王贬为素人，逐出京城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母后，儿臣与皇上错了，放过儿臣与皇上吧。宁王若再求情，以同罪论处。
母后开恩，夫妇一体。陛下有过，臣妾亦有过，愿与陛下共担。宁王自幼丧母，缺乏教导，才顽劣。他是先帝骨肉，陛下至亲，臣妾身为长嫂，理当包容，求母后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皇嫂，臣弟错了，皇后不计前嫌，为本王求情，往后愿为皇嫂粉身碎骨，绝无二心。王爷知错就华，善事大焉。喂，什么？你俩这就和好上了？合着就这一个是恶人呗？住口！皇帝你放荡顽劣，皇后胸襟广网，你反倒斤斤计较。即日起去太庙罚跪3日3夜，好生反省。再不改过，便废了你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已被送往太庙跪首思过了，老奴有一事相告。总管请说。奴才听闻，皇上年幼继承大统时，常常被罚去太庙思过，那里阴森昏暗，给年幼的皇上留下了心理阴影。但此刻太后下令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太庙半步。陛下这次可有的罪受了。总管不必再说，本宫知道了。轻足备驾。是。公公请向太后转达本宫的话。母后，夫妇一体，陛下受罚，臣妾当一同陪罚。还求母后恩准，让臣妾入太庙，陪陛下一同思过。放臣出去！朕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朕最怕一个人在太庙里待着了。竟还有如此美丽的皇后，往日朕从未有好好看过她。皇后是来接朕的吧，老板？不是。皇后，此次是朕有错在先，连累你一同在此受罚，委屈你了。皇后本可以不必如此，母后也并未罚你。陛下言重了，夫妇一体，陛下受罚，臣妾自当一同陪罚，何来委屈之说？陛下，如果真的有愧，能否带臣妾去看看先帝牌位？陛下可知，臣妾当年上阵杀敌，并非全是为了父王，为了徐家。5年前，臣妾女扮男装考取功名，先帝得知后，非但没有降罪，反而力排众议，亲自赐御用宝剑，更是不顾士大夫们诟病臣妾女子身份，执意护着臣妾，护着徐家。怪不得那宝剑皇后如此珍视。如今大齐危难，少主伯夷，太后依旧如此信任臣妾，委以重任。臣妾今日对陛下好，对大齐尽心，既有身为皇后的本分，也有报答先帝知遇之恩、太后信任的心意。原来皇后所做的一切，皆是本分与报恩，竟没有一丝一毫是对朕的喜欢。陛下，夜已深，靠近篝火睡一会儿，臣妾守着陛下便是。明日一早，臣妾陪陛下从头梳理政务，帮陛下尽快接手大齐的江山社稷政务，不负先帝与太后所托。陛下可知，臣妾与北蛮交战，却发现他们并不恋战。臣在前方收到朝廷指令，为一举歼灭北蛮王庭，而对方皆是撤退，这与大齐朝中群臣们定论北蛮单于有谋逆之心不符。臣觉得这其中定有古怪。皇上若是困了，可以先睡。朕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怎可先睡？朕要与你一同守着，
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。皇后莫怕，朕来救你了！陛下好威严，好有男子气概。臣妾就知道，陛下一定会来救臣妾的。臣妾最喜欢陛下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在这里？老奴参见陛下。皇后呢？皇上有所不知，摄政王徐天德突然重病，皇后娘娘已经出宫探父去了。啊，那皇后有没有嘱咐朕什么？没有。皇后这人做事严谨认真，却未对朕今日政务之事留下片子。想必皇后娘娘走得急，想必摄政王重病十分危急吧？哼，你倒是十分知道朕的心思嘛。老奴万不敢揣测圣意啊！既然摄政王重病，朕得出宫探望，聊表心意。陛下，帝后一同出宫会震动朝堂的。朕出宫都是堂堂正正的出去吗？办小太监，朕可是专业的。哦，奴才这就去办。慢着，吩咐下去，太医院在王府附近待命。摄政王突然病重，事有蹊跷，这其中定有隐情。派人彻查摄政王府上下。是，皇上怎么突然脑子在线了？颇有帝王之词，我还有些不适应。哼。朕之前平日里只是顽固，又不是脑子有问题。皇帝不会做，难道丈夫不会做吗？朕老丈人出事儿，朕岂能袖手旁观？皇上教训的是。而且以后你不要什么都给皇后说，朕有那么害怕一个人待在太庙吗？要说你也要挑朕英勇神武、光辉万善的事迹要说。老奴谨记。朕陪你。多谢陛下。你个老东西，你那原配夫人秦红玉都死了10几年了，你竟然还在暗中追查她的死因。不过现在不用你查了。我老实告诉你，秦红玉那贱人就是我毒杀的。我将夹竹桃的花瓣混入她的茶里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如今又用到你身上。如果不是你追着这件事不放，我本想多留你些日子，可惜你不念旧情，非要置我于死地，那就别怪我不讲夫妻情分了。毒妇，受贿了！摄政王，您还是省省力气吧。你那长子已经被我派去为你那爱妻守孝去了，如今你大女儿又进了宫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我只问你一件，你本是红玉的陪房丫鬟，她对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害她？我的好王爷，你是当王爷当糊涂了吧？谁甘心一辈子做小？只有他死了，我儿子才能成为嫡子，也只有这样才能袭成你的王爵。妙真，
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徐妙真那个贱人，远在宫里，他能奈我何？朝臣皆知陛下厌恶他那个皇后，等你死后，我就将婴儿送进宫做贵妃，到时候谁是皇后还不一定呢。你觉得到时候徐妙真的下场又是如何？奇怪，王府为何如此萧瑟？上回如此预感的时候，还是漠北大决战前夕。那一仗，爹爹以自身为饵，被匈奴团团围住，身负4处箭伤，力战不退，为大军合围匈奴争取到充足的时间。谁知北蛮人在箭上淬毒，爹爹险些丧命。朕之前只知摄政王战无不胜，横扫千军如同儿戏，没想到胜利代价如此之大。原来摄政王舍身报国，朕不禁更多了几分敬佩之情。爹爹素来身子燕朗，怎会突然病倒？摄政王是大齐一代战神，自有神明庇佑。况且这次朕带了太医院圣手孙太医，定然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。徐妙真可是身经百战的女战神啊，在战场上从未畏惧，此刻足见她心里的慌乱。妙真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朕都会在你身边。二夫人说了，王爷身体抱恙，不见任何人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，居然敢拦皇后娘娘回府省亲！刘小的去禀报二夫人。这王府什么狗屁规矩？皇后来省亲，竟然敢拒之门外！这些全是吴彩云的人，看来是臣妾那位庶母在搞鬼。父亲才病倒，他就敢如此作威作福。二夫人，摄政王气若游丝，恐怕是熬不过今天了。您放心，王爷死后定是神不知鬼不觉，谁也查不出来是怎么回事。此事若传于外人知晓，你知道的，只有死人才不会讲话。夫人饶命，小人知道。这是我请人模仿徐天德的笔记写下的遗书，到时候将王爵传给耀祖，让徐婴儿入宫为妃。还得是娘亲，经过这摄政王府，咱们再也不用看到老不死的眼色了。就是，还有那个徐妙真，她有什么了不起？满朝文武谁不知道徐妙真不受皇帝待见？要是等我进宫，必然深得皇帝宠爱。到时候就废了徐妙真那个贱人，看她还一天天耀武扬威个什么劲儿！都是我的好孩子，咱们绝不能仰人鼻息。母亲我就是委屈太久了。报告，夫人，皇后娘娘回来省亲了。徐妙真怎么会在这时候回来？这贱人真是难缠。传令下去，紧闭府门，并且调集800心腹兵丁守住正房，绝对不能让徐妙真见到摄政王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告诉徐妙真，家父摄政王不想见他。自本将军入宫成为皇后，摄政王的饮食由谁人负责？以前都是大小姐您负责，出嫁后自然是二夫人负责了。本宫不是交代给弟弟受徽了吗？大小姐您出嫁没几天，世子殿下就被派去给大夫人守孝了。母亲过世多年，何故现在要世子守孝？事出必有因。父亲重病，现下看来恐有不测。不想死的都给本宫让开！吴彩云，给本宫滚出来！大胆！摄政王府竟是谁人都能随意闯进来的吗？见到皇后娘娘还不下跪接迎？哎呦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和我摄政王当家主母说话？
再说，即便是这大齐的皇后徐妙珍，见我这个主母也得叫一声母亲，尊卑有别。你见我为何不跪？啊！徐妙珍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殴打主母！你不过是本宫母亲的陪嫁丫鬟，一个下人，仗着哄骗摄政王入你房中，生了儿女，成为了一个小妾室而已。本宫战场上是一品骠骑大将军，还是后宫掌管6宫，贵为皇后的一国之母，凭你也配让本宫给你行礼，拦本宫见父王？反了天了！我这个主父今日就要将你这不孝之子诛之！来人！凭你也想拦住本宫？哎呀呀！我说徐妙珍，你不是皇后娘娘吗？你不是一品骠骑大将军吗？你不还是摄政王的嫡亲女儿吗？怎么你要进王府见爹爹，竟还寸步难行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承宠的皇后。你看看我的好姐姐，你这个样子，你觉得皇上他会喜欢你吗？我看呐，我这个好姐姐还说是皇后呢，回王府这么久了，也没见宫里有人来帮你。哦，总不能是贵为皇后，却只能指派这些个阉人来帮你吧？你看看这小太监急的。皇后娘娘，我听说自古以来嫔妃被皇帝冷落，就是爱和小太监们不三不四的。难道你们……哎呀，我话是不是说多了？你受冷落，你们还这般苟且？我看呐，皇帝迟早有一天要废了你。谁说皇后不受宠的？你竟然敢打我！皇后娘娘是陛下亲封，二人自是情投意合。陛下不过顽劣了点，只是爱跟皇后赌气而已，又不是不知好歹。实话告诉你，陛下从见到皇后娘娘的第一面开始，就对皇后一见钟情，无法自拔了。一直以为陛下是厌恶我，没想到他对我用情如此之早。你强词夺理！哈哈哈！我真是要被你们这帮人笑死！你们这帮奴才知道什么？宫里这些装模作样的法，也就是做给说给你们这些奴才的。要说皇帝不喜徐妙珍，那是传的满大齐都知道的事，尤其是京城纨绔圈。陛下的心意绝不是如你所言，这些都是谁人所说？我呸！你个燕狗，如何知晓陛下的心意？本世子刚才说的话都是宁王和大家说的，若宁王所言不可信，你们难道还敢诋毁宁王和皇上关系不好吗？说啊！你个狗奴才，敢诋毁陛下和宁王不好吗？皇上确实和宁王关系很好。哈哈哈哈哈！皇后既然被皇帝厌恶，迟早是要废后的。一个废后有什么资格说要进王府就进王府？来人，将这一干人等拿下！朕敢谁敢啊！皇帝出现，一般腰间都会佩戴随身玉佩。你这个狗杂种，居然敢冒充当今圣上！来人，赶紧拿下此人，即刻杖杀！本世子今日就要肃清摄政王府！哼，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！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会护陛下周全。参见皇上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什么？他真是皇上？这是回皇后娘娘，我们受摄政王妃派遣入王府守院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皇上早已在府外接见了我们。尔等必要时才可透露朕的身份。是。真是又惹皇后。感念陛下，日后臣妾定当万谢。不过此刻容臣妾入殿见父王。
亲是他，爹，您说清楚，是谁？是他害了娘！朕从未想过像皇后这么坚强的人，竟然也会哭成泪人。父王，妙真，有朕在。若凶手就在殿内，朕自会给摄政王和你一个公道。有劳太医亲往参验先父遗体，此恩本宫铭记于心。启禀皇上、皇后，摄政王是心力衰竭而亡，遗体并无外伤意。小姐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童爷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父亲的饮食可是由你负责。摄政王饮食确实是我。那我爹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妙真不是，皇后娘娘，漠北大战时，摄政王就已经有了旧伤，此番未愈。胡说！是你，我爹我娘都是你害死的！皇后娘娘饶命，臣妇冤枉啊！摄政王后事与臣妇无关，皇后娘娘背死过度，也不能血口喷人啊！皇后娘娘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，您若不信，可严刑拷问，可查物证，臣妾绝无半句戏言。立即将所有在场家丁拿下，全部严刑拷问，王府用具一一查验。都没听见皇后所言吗？传旨下去，还能提供摄政王之死真相者，赏黄金万两，封千户侯。请皇后为奴婢做主，救救奴婢吧！说，回皇上，皇后娘娘的话，奴婢自幼家境贫寒，家中只剩一长姐相依为名。我二人得同乡二叔引荐入王府厨房当差。前些日子，姐姐被派去专门为王爷送汤食，不久后，王爷就生病了，因此姐姐被二夫人严惩，在雪夜里活活打死。更奇怪的是，天不亮，王府厨房的同乡二叔也被打死，裹了草衣推到河道里去了。接着奴婢看见一众家丁几十人呢，几十人就这么想起裹了草席，从后门被送了出去，他们全死了。父亲失时，若不是你下毒谋害，何故要搭上王府上下几十人的性命？你经手父亲饮食，又指使这些人下毒谋害父亲，事成之后再杀人灭口。娘娘万不可听此贱婢一面之词啊！摄政王之死确实与臣妇无关呐。无关？我爹娘皆是心力衰竭，天下哪有这般巧合？定是你用了阴毒手段，暗下杀手。娘，皇后娘娘开恩，求您饶了我娘。母亲她断然不敢谋害摄政王和先夫人啊！求您明察。皇后娘娘息怒啊！求您看在往日情分，给臣妇一条活路吧。往日情分，若你有罪，今日便是报应；若你无罪，就当是给我爹陪葬。皇后饶命！皇后饶命啊！你杀我是小事，一旦传出去，皇后无父亲杀庶父，那是玷污皇家颜面的大罪。到时候天下人会如何议论你？你还如何母仪天下？复仇不共戴天，今日若不报此，我徐妙真做这个皇后还有何意义？今天必须死！陛下，难道要为这个贱妇求情？皇上救命啊！皇上开恩呐，放过我母亲吧！今日摄政王府里，你也看见了皇后如此猖狂残暴，目无尊重。皇上救命啊！救救臣妇！皇后残害之妻，
跟着皇上废后啊！要朕废后？朕的皇后文韬武算，忠孝节义。岂是你这种卑贱之人能污蔑的？也配让朕废他好大的女人！朕素来背负纨绔之君的路人，既如此，多杀个人也算是。夫人即是皇后的主妃，皇后不便动手，便由朕代。哎妈呀！皇上，你饶了臣妇这条贱命吧！臣妇是真的没有害死摄政王和先夫人的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放过我母亲吧。爹爹去世，也是我这个做儿女的照顾不周，我甘愿为母亲赎罪。是啊，我们甘愿为母亲赎罪，求皇上、皇后放过母亲吧。你们母子三人真是血肉至亲啊！难得弟弟妹妹如此孝心。谢长姐开恩。不是，谢皇后娘娘开恩。真是会演戏啊！不去戏园子真是亏了。既如此，就将徐渊儿迈入妓院，将药祖发配北疆前线。不对，没有证据，凭什么给我们定罪？要什么证据？朕皇后的话就是证据。堂堂大齐摄政王一代战神，没有倒在战场上，却倒在你这毒妇的深宅后院，害得朕的皇后如此忧心难过。就凭这条罪，你们就死有余辜，把你儿子发配充军太便宜了。来人，将徐耀祖拖下去阉了，然后再送进军营做杂役。求求母亲了，你招了吧！事到如今，咱们已经是瞒不住了。不要过来！我不要去妓院，我不要！是我毒害了徐天德。我还伪造了遗书，目的就是让自己儿子耀祖袭成王爵。报！从吴彩云的屋里搜出来这些。皇上，此物确实为家主脑花片，剧毒能使人心力衰竭而死。我问你，当年我母亲是否也是你所害？是我，你的母亲，我的姐姐也是我杀的。凭什么我因为出身低微，就得一辈子被人瞧不起？你一直觉得我是你母亲的陪嫁，你可知我本是你外公庶出的姨母啊！是啊，我说来也奇怪，你怎么和母亲还长得这么像一张脸？就因为我是私生女，所以被你外公当做姐姐的嫁妆一样，像一件物品一般塞进了摄政王府里。我和你母亲名为姐妹，实为主子，所以她必须死，我才能翻身。你这辈子受的罪，绝不允许悲剧再在我的孩子身上重演。住口！毒妇啊！当年红玉待你不薄，若不是他把你收为陪嫁，你在吴家早就被人打死了。他带你进府，其实就是为了救你，非但不知感恩，还下毒谋害。知不知道你的姐姐，你昔日的主子，他在临死前都说让我不要追究你伺候不周。不想你竟然就是那个谋害亲姐的真凶，你就是个蛇蝎心肠的毒妇。每每看到妙珍这张像极了你姐姐的脸，都不会痛的吗？吴彩云，彩云，这是夹竹桃的花，千万不能在久留身边，更不能食用，不然会心力衰竭死掉的。姐，我差点就吃了。不是，小姐，我是你姐，这里没外人，你叫我姐没事的。如今这王府里只有你姐夫，他听我的，不像你在家里总是受父亲姨娘们苛贬。
是啊，姐姐她知道的，她其实一直都知道是我害了她。既真相大白，吴氏一族全族诛灭。徐婴儿、徐耀祖为吴氏帮凶，即刻赐死。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臣妾还有一事求皇上。皇后不必与朕客气，朕都愿意为你去做。家父经此一事，身体定不如前，还望皇上准许召回寿辉回王府，让他替臣妾好好侍奉父亲。准，即刻召回世子，照顾摄政王颐养天年。臣妾谢过皇上。哎，皇上爱吃鸡，把这个鸡放陛下眼前。娘娘，上回吃鸡，皇上都哭了。没事儿，上回那是他斗鸡，这回本宫亲手做的小笨鸡。这次皇上为我救下父王。哎呀，宁王都给本宫说了，皇上最喜欢吃鸡了，这么哄他一定没错。如今如何是好？如今如何是好啊？皇上，你这句话1个时辰前就问了臣弟，臣弟同样的话都说倦了。你说了什么？合着陛下一句没听？臣弟再说最后一遍啊！陛下若是真的喜欢皇后，何不就让皇后好好训上一番？贤弟，此话怎讲啊？皇上，你不是最善扮小太监？不，一个被窝还真是睡不出2种人来啊！快去吧，皇后2个时辰前问臣怎么犒劳陛下，3个时辰前太后问臣怎么让陛下与皇后关系更进一步。哈哈，大齐最有权力的3个人都来问本王，大齐没了本王可怎么行？参见太后娘娘。这是哀家宫里的合欢酒，赐给皇帝和皇后，一定要盯着他们用下。要说还是母后过来人，这招直接啊！不行，若朕顺势哄了妙珍喝了这酒，岂非正人君子？朕与皇后一定得是两情相悦的纯爱啊！朕如何伏低做小都行，万不可使了这阿杂手段赢得美人之心。可是朕真的很喜欢妙珍，万一她不喜欢朕怎么办嘛？皇上这是又要出宫？没有，朕想哄皇后，给她送酒。真的呀，宁王告诉朕要哄老婆开心，朕穿成这样，非训训未尝不可。皇上，你还是赶紧进去吧，娘娘给你做了1天的菜，想哄你开心呢。怎么皇上这是又要？难不成是穿成这样是想让本宫好好训训你？呀，训可以训，就是轻点啊。皇上为了逗本宫开心，连太监服都愿意穿上。啊，这是太后娘娘给的酒啊，这是皇后为朕准备的吗？皇上，这鸡是臣妾今天亲自做的，看合不合您口味。这是太后送来房中的暖情酒，现下该如何是好啊？皇上好吃吗？皇后这是喜欢朕的吧？皇后对朕真是……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想问你。皇上那日在王府说，第一眼看到臣妾就一见钟情，此话当真？青天可见啊！朕的真心，皇后还没有感受到吗？皇后，朕真的很急啊！皇后，你让朕干什么都行，可是皇后要何时才会喜欢上朕呢？之前在臣妾眼里，您只是臣妾的陛下，直到昨天，臣妾才发现陛下就是臣妾的丈夫。这酒有问题。皇上，不重要了。
皇后，朕之前干了那么多混账事儿，能娶到你是朕的福气。皇后能如此待朕，好高兴。皇帝之前去万花楼都做过什么？朕发誓，朕去万花楼从来都只是去饮酒、听曲、看舞，其他真的什么都没做过。以后陛下想要看歌舞，臣妾为你跳。真的？朕只知道你文武全才，你还懂歌舞？那便为皇上献上一曲霓裳羽衣舞吧。皇后娘娘真绝色啊！好，皇后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也是这么抱着朕的。皇上，你怎么不胜酒力啊？皇后先回去吧，今日这酒是太后送来的合欢酒，朕怕一会儿做出什么对皇后不……既是太后娘娘的美意，那本宫也不能辜负了。记得上次陛下拼命挣扎，这次愿意从了臣妾吗？朕求之不得。陛下，你行不行？朕一定行的，刚才是太激动了。肯定是太后的酒不行。陛下刚才也没咋动啊。啊！你陛下先前说去万花楼只是听曲观舞，臣妾还不信，现在臣妾信了。刚才不算，再来。皇后，你再说，朕到底行不行？行，陛下行得很。皇上呢？皇上为何此时就在批阅奏章，如此反常？昨晚朕一夜成眠，回想以前朕任性妄为，活得颠三倒四，就连奏折都让皇后你代劳。朕刚翻看皇后这几个月来批过的奏折，才知道你为朕辛苦付出了多少。朕以后要做个贤明、勤勉的皇帝，绝不让你再为朕操劳。北极星归位，我大齐有救了！哀家的眼光真是没看错。臣有一事请奏，恳请皇上新选秀女纳妃啊！放肆！今日朕的皇后正在生产，你们竟敢跟朕提纳妃！回禀皇上，自皇后入宫，皇上就在位有心选秀女之举。如今皇后专宠，皇上应该以大齐江山社稷为重。万一皇后此番生不出皇子，陛下纳妃之举便是当务之急呀！皇上，皇后娘娘生了皇子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又生了，这是个多胎！皇上又生了，皇上还有皇后娘娘
怎么样，尔等还要让朕纳妃吗？不愧是骠骑大将军啊！